冬至过后，也迎来了39的开始。39是冬天里最寒冷的一段时间，冬主收藏，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的能量藏起来，为来年春天的生发做准备。而这段时间是我们身体长生期的黄金时期。今天教大家一个食指下勾的动作，拧紧人体的封藏开关，让身体的能量藏起来。这个开关就是我们脚底的涌泉。伸出双脚，10个脚趾有节奏的向下勾，一松一紧为一次。我们脚趾这样一勾，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凹陷的位置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涌泉。这样做非常完美的刺激到涌泉。我们双脚在用力勾的时候，同时也会牵扯到腹部，就是说我们的腹部也是在动的，这样也刺激了丹田之气。大家在做的时候先不要贪多，先从20次逐步延长到50次，最后到100次，循序渐进。好，方法就是这么简单，白天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，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可以在被窝里做，记得还要再多做一遍，在被窝里，在睡前做是非常好的，坚持这样做，让涌泉这里得到很好的按摩。更重要的是刺激涌泉，能引火下行，把全身乱窜的各种邪火变废为宝，引到脚心，温暖涌泉，温暖双脚。除了锻炼，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身体潜藏更多的能量，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，就可以在自己的脚底上贴一颗小丸子。这是南怀瑾在我说参同气里的一个方法。准备桂圆1个，花椒7粒，艾绒适量，然后把这3样放在一起打，然后搓成一个小丸子，放在脚底的涌泉和肚脐上。如果有空的朋友，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制作。提前把桂圆、花椒、艾绒准备好，我们可以一次多准备一些材料，一次做够2个月的量是最好的。把材料准备好之后，然后就放在一起，充分的捣碎，把它们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搓成一个个小丸子，密封保存。晚上睡觉前勾完脚趾后，取出3个，其中2个微微压扁，贴在双脚的涌泉上，然后另外1个放进肚脐里，贴上胶布。第2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取下来即可。像一些脾胃不好的朋友，或者体内湿气很重的朋友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坚持贴一贴，会有很好的帮助。很多小孩爱出汗，适当出汗有好处，但汗不是越多越好。出汗其实就是身体的一面镜子。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小孩出汗的情况。1，头面部出汗是肺这里的气小了，要补一补，多推大鱼际。大鱼际就是我们大拇指根部这一块区域，然后我们就这样2手的大鱼际互搓，速度不要太快，速度适中就可以了，均匀的互搓，3到5分钟。小孩听话的话，可以搓到10分钟，那就最好了。平时可以多吃白色的食材，比如百合、白萝卜、莲子、银耳等等。2，睡觉后爱出汗，人都有阴和阳的2面，如果小孩阴这一面小了，火很大，就会睡着了出汗，醒来的时候就不出汗了。这时候需要滋养阴液，我们可以多疏通小鱼际。小鱼际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区域，我们也是双手的小鱼际相互搓，
每次搓3到5分钟，如果小孩听话，搓到10分钟是最好的。平时可以多吃木耳、银耳、菠菜、金菇等等。好，第3个，胸前爱出汗，这是新的气小了，就会在前胸这一片出汗，其他地方不出。可以准备小麦、炙甘草、大枣煮水来喝。第4个，后背爱出汗，你先用手摸一下后背出的这些汗是不是凉凉的？是凉凉的，说明后背已经受凉了。多晒背非常好，在早上7、8点的时候搬一张椅子，坐在太阳底下，把头包好，一定要包好头，背对太阳晒10分钟左右。平时可以用淮山、苹果、姜、大枣煮水喝，每天1次。以上是关于小孩出汗多的情况，大家可以试试。很多年纪稍大的人会腰以下冷痛，即使是坐着也感觉到臀部以下是发凉的。感觉臀部发凉，再加上臀部是在人体中间这个位置，俗话说臀部一堵，全身受苦，臀部堵了，全身上下都不好过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拍打的方法，这个来应对臀部以下发凉的问题，疏通臀部。1. 拍打环跳，环跳穴是在足少阳胆经上的穴位，这个点位很容易找到。我们自然站立，在臀部这里可以摸到一个凹陷，环跳就在这个凹陷里面，左右各一个。因为我们是用拍打的方法，所以找到大概的位置就行，不用太精准。找到之后，我们用拳头全面关节力度适中的拍打环跳，先轻后重，慢慢加力，找到合适自己的力度，就这样拍打3到5分钟。我们这样拍打的作用就是疏通臀部的气血循环，让气血达到这里，身体的气血过来这里了，凉的冷的感觉就没有了。第2个，拍打八髎，八髎就是我们这里，就是腰底部，这里有8个点，被称为八髎。疏通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先搓，我们双手放在八髎区域，上下搓100下，把这里搓到微微发热。然后我们再拍打，连续拍打100下，可以在心里默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很多女性朋友这个位置经常感觉到酸痛、难受或者胀胀的，严重的甚至还会导致有女性的问题。如果是这样，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给疏通开，多做拍八髎这个动作。凡是女性朋友都可以多拍拍这里，对女性朋友有非常多的好处。如果是屁股冷、下肢冷的朋友，以上2个动作每天可以做2到3次，坚持2到3个星期，你就能感觉到其中的改变了。除了拍打，我们疏通臀部还有一个更简单、更直接的方法，可以直接用我们这款艾草热敷垫来暖臀部，把火补到身体里，其实就是做灸，利用艾灸温经通络，打通臀部淤堵，